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傻皮。应多位粉丝要求，咱们今天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年从小智手里孵化出来的精灵蛋吧。好的话不多说，盘点开始了。首先第一个自然就是波克比了。波克比的蛋出现在《神奇宝贝无印》第45集，小智在化石异能的巢穴中捡到了它。过了几集后，波克比就孵化出来了。于是小智一伙还有喵喵都加入到了争夺波克比所有权的战斗中。这其中当属喵喵最为积极，在对付小刚的大眼神时，本来正面战斗肯定是没有胜算的，但是喵喵急中生智，不知道从哪里拿了一桶水泼到了大眼神身上，于是小刚就落败了。后来在与皮神决斗的时候，因为实力相差太大，再加上头上的金币还导电，所以自然就输了。本来小智赢了后就可以得到波克比，可惜由于波克比第一眼见到的人是小霞，由于习性的关系，波克比会将第一眼看到的人当做自己的父母，所以最后还是只能由小霞来收服。第二个就是小小象了。在《神奇宝贝无印》第229集中，小猪帮助达造打败了企图想偷走蛋的火箭队。达造为了表示感谢，便将一颗精灵蛋送给了小智。没过多久后，这颗蛋就孵化成了小小象。起初小小象因为不肯进入精灵球，后来被皮卡丘误伤，于是他误打误撞跑到火箭队那边去了。好在小小象没有被火箭队拐骗，最后还是跟了小智。第三个尤基拉，在《神奇宝贝无印》第258集中，受空木博士之托，小智从城门那里取得了尤基拉的精灵蛋。紧接着在下一集中，尤基拉便孵化了出来。可是他刚出生时状态却很不对劲，体温低得可怕，就连乔伊小姐都束手无策，最后还是靠大博士和空木博士才勉强治好了他。但尤基拉此时还不愿意面对这个世界，后来还是在小智的努力和火箭队的神助攻下，尤基拉才开始敢于和这个世界接触，也和小智成为了朋友，不过仅限于小智一人。第四个滑头小子，在 BW 第12集中，为了感谢小智帮了幼儿园的忙，培育物的菊代老师送给了小智一颗精灵蛋。过了几集后，小智第一只恶属性宝可梦滑头小子便出生了。滑头小子的性格非常好强，总是喜欢用威胁的眼神瞪着别人，但自身的实力却并不怎么强大。第五个音波符，音波符的精灵蛋是小智的摔跤鹰在某次训练中捡到的。他刚孵化出来的时候太过于稚嫩，连最基本的飞翔都不会，后来是摔跤鹰和火箭雀手把手教他，他才勉强学会了。最后为了丰富一下视频内容，我再将从其余主角手里孵化出来的神奇宝贝也一并讲一下吧。首先是小瑶的伊布，在神奇宝贝 A 级第149集中，因为小智一伙的帮助，六尾平安出生。培育屋的老板就将一颗精灵蛋送给了小智一伙，这颗蛋就由小瑶负责照顾。后来在一个本来应该已经死去的老爷的帮助下，精灵蛋顺利孵化成了伊布。其次是小刚的粉红蛋，在神奇宝贝变装大会上，因为不良蛙的神助攻，小刚获得了冠军，冠军的奖品就是一个精灵蛋。后来粉红蛋就出生了，因为习性的原因，他迫切的想跟吉利蛋一样，在兜里装一颗蛋。小刚为了满足他，就细心的找了一块火焰之石代替了蛋，这就使得粉红蛋非常喜欢小刚。另外还有小光的火球鼠，在 DP 第141集中，因为成都特展的关系，秦邀请小光进行了一场友谊赛，最终小光用波加曼打败了秦的菊草叶，甚至奖品就是火球鼠精灵蛋了。在这集的末尾，火球鼠就出生了，小光很高兴，但后来火球鼠却吐火了，这就搞得小光有点尴尬了。最后就是 DDI 的六尾了，当时有2颗精灵蛋，一颗是小智从关东地区带来的，另一颗则是在雪山上发现的。DDI 最终选择了白色的精灵蛋来培养，这期间还发生了危险，一只尖下鸡潜入到 DDI 的府邸，企图盗取精灵蛋，他和 DDI 关键的时候也不怂，拼死守住了精灵蛋，最后 DDI 的六尾安全出生，于是理所当然的 DDI 最后他成为了好搭档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了。总的来看，这其中最稀有的应该就是波克比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最后喜欢本视频的话，就请点个关注呗。我是傻皮，咱们下期见。